近日，先是美军司令公开宣称自己的职责就是为了防止中国武力攻台，随后就是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也表示赞同，说日本也会和美国一同保护台岛。结果如今拜登政府却出来打脸，首度公开表态自己不支持台独。据媒体报道，在美国当地时间的7月6号，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公开承认，在台海问题上，拜登政府无意改变现状，他们不支持台湾独立，并且在这之后还明确表示，美国已经认识并理解了其中的敏感性。作为多年在印太事务中打转的美国高级官员，从奥巴马时期就是负责和中国有关的核心事务，在拜登时期更是成为该事务部的主管官员，并成为拜登的主要幕僚之一。可以说，坎贝尔说出的话基本上就相当于拜登政府说的话。所以这次台海局势出现转机，拜登真的要放弃台湾这张牌了。从拜登上任以来就一直强调，美国是认同并支持一中政策的，但是在认同的时候，妨碍美国向岛内释放错误信号了吗？为什么自从拜登上任之后，台海就一直不平静，甚至这种波澜还从台海、南海甚至蔓延到了东西？对此，美国真的不是有心了吗？如今却突然承认自己不支持台独，说是没打什么主意都不可能。就像国人说的那样，拜登很有可能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中国一直以来的强硬态度和在国际社会上的几轮博弈，或许确实让美国认识到了中国是不可能任由美国揉搓的。所以在不断试探、调试、修正后，拜登政府在台海的政策将会趋于稳定。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拜登还是不会放弃台海这张牌的。毕竟一来，拜登从来不是认输的人；二来，坎贝尔也说了，美国虽然不支持台独，却支持和台岛建立长期的非官方关系，这很显然是在留后路，打得两手抓的主意。先暂时歇一歇，搞好一下和中国的关系，以后再继续捡起台海这张牌。毕竟现在美国早已经是筋疲力尽，国内国外的压力都让美国加速衰败，所以在这个时候缓一缓，美国也能休养生息。毕竟美国人骨子里的傲慢，注定了中美之间只会有一时的和平。当年中美不是一样建交了，但是最后的结果依然是现在这样。所以只有在中国人比美国强大数倍的时候，美国人才会放下傲慢和自我。最后也不能排除美国会在中国放松警惕的时候，背后再搞小动作，给中国一记重击。所以中国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因为美国信任值真的很低，每一个相信过美国的国家，下场都很惨。在7月6号，美国印太事务负责人坎贝尔在出席亚洲协会活动时公开表态，中美两国可以和平共存，但面临的挑战却是巨大的。中国随着发展变得越发强势。此外，还颇带推卸责任的口吻声称，华盛顿希望中国清楚，印太地区足够大，能够容得下中美两国。此外，对于当天极端紧张的台海问题，坎贝尔倒是出人意料地表示，美国不支持台岛分裂。在会场上，坎贝尔这番话说的理直气壮，就仿佛在亚太地区肆无忌惮的宣示武力，动用航母编队玩自由航行的是其他国家一般。明明是美国惧怕中国的快速崛起会全方位威胁到美国的霸权，无法再像以前一样利用强权政治获得全世界的养分。当然，关于坎贝尔对台海的态度，倒是让外界怀疑，目前美国国内局势堪忧，对台海地区的言论其实是缓和中美关系的一种信号。然而，正所谓听其言观其行，像美国这种毫无道德底线的国家，在表面上释放缓和信号，背后却是赤裸裸的在台海准备进行战争规划。在7月7号，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与日本近期在举行一个名为东方之盾的高强度军事联合演习，预计直到7月11号才会结束。而该军事演习还是以台海环境和背景为模拟，进行了一个针对性极强的军事项目。在该项目中，有一个美军从未设想和执行过的全新战术规划，利用高空轰炸机 BURH 携带水雷，在高速经过台湾海峡时，在该区域随即散布大量水雷，通过这种方式快速阻碍解放军的登陆部队，防止解放军打闪电战。据美媒透露，美国军方提出的这个项目最早在2019年由美国空军武器学院提出。不过，当时美军觉得在台海布雷已经是战争状态，而中美尚未走到这一步，因此仅仅从理论角度出发进行了相关研究。然而到2021年，显然美国已经预料到双方终有一战，才会通过联合作战演习的方式实战测试这一战术的效果。而测试人员是驻扎美国内华达州的内里斯空军基地的第2轰炸机联队，该联队拥有超过30架的 BURH 高空轰炸机，也是美军应用该款轰炸机最多的联队。该联队指挥官诺沃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BURH 高空轰炸机在执行投送时，一次性可以释放15枚快速打击水雷。很有意思的是，台岛内部分裂分子曾经想向美军采购这款快速打击水雷，以确保自己也能在台海地区布放，结果却遭到了美军直接拒绝，理由是认为局势还没走到那一步，有需要美军会自己投递。
随着中国崛起步伐的加快，美国对中国的挑衅力度也随之加强。美国深知，只要在涉及中国最核心的利益问题上挑衅，就能够最大限度地搅乱中国局势，从而阻挡中国崛起的步伐。毫无疑问，这一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统一大业。最近一段时间，域外国家又掀起了一股踩上中国红线的热潮。先是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表示将同美国一道出兵保台，而后澳大利亚前国防副部长迪布似乎也表现出了军事冒头的迹象，要求美国对华誓言，若澳遭受袭击，美国必须出手反击。而这些矛头都指向的是中国最核心的利益问题。在日澳放出了这样的信号之后，美国自然也不会缺席。日前，美国正在中国周边海域举行东方之盾的实战演习。据悉，这一演习从6月底开始，一直将持续到7月上旬。尽管美国在印太地区举行军事演习的新闻并不少见，但是这次演练的内容却非同一般。据悉，在这次演练中，美军演习了一个新战法，也即使用美国空军的 B-52 远程战略轰炸机，快速的在台海上空等区域布雷。其目的也很明确，就是想阻止解放军的统一进程，将解放军围困在海上。对于美军的这一举动，不少网友直呼，布雷就是实实在在的战争行为，可见美军在中国统一问题上的险恶用心已经藏不住了。与此同时，对于这种战轰布雷的新战法，美军正在大力筹备中。有望成为美国空军下任空军部长的肯戴尔表示，将支持美国空军在未来几年至少采购145架 B-21 隐形轰炸机。除了具有强大的攻击火力外，以 B-21 为代表的美国战略轰炸机还具有全球部署能力，这也就意味着其能够满足美军及时介入台海冲突的要求。分析人士指出，美军此番使用战轰布雷新战法也是出于这样的考量。从美军这样的备战举动中看，中国的统一大业或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可以说，祖国统一大业不仅关乎中国最核心的主权利益，而且还在打破美国岛链封锁计划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绝没有丝毫让步的可能。值得庆贺的是，近期中国歼20和运20罕见同框，这也让人猜想轰20也将呼之欲出。到那时，如果美国执意引战，轰20必定同美国战轰在台海上空一较高下。除此之外，中国也必将举全国之力回击。美国切勿低估中国人民捍卫核心利益的坚定决心。7月7号，来自美国的一条消息瞬间引爆社交媒体，那就是拜登的幕僚、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部主管官员坎贝尔在美国亚洲协会的活动上公开表明态度：美国和中国是有可能和平共处的，因为印太足够容纳得下两个大国。但是如今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势，这将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这位美国人在说什么梦话？中国态度强势，难道不是美国逼的？如果美国屡屡插手中国内政，在国际社会上打压中国，中国又何必用强硬的态度来告知美国？中国不是从前的中国了。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坎贝尔还表示，美国认识并了解了台海的敏感性，美国不支持台独的岛内分裂，当然，美国也将继续和台岛建立非官方的交往。作为拜登手下的一员大将，在一定程度上，坎贝尔的话确实足以代表拜登。那么这次美国究竟是个什么意思呢？想干嘛？一边表态不支持台岛分裂，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要在未来和中国在印太和平共处，一边还要指责中国态度强硬，阻碍中美关系向良好状态发展。其实真要说起来，自从中国开始快速发展，美国不断在亚太对中国进行打压后，中国就开始对美国表示可以和美国在印太地区和平共处了。这最早的时间甚至还在2013年。在这种情况下，如今过去了快9年了，美国却再一次提起，难道是认输了，想求饶？美国态度转变的原因目前是无法得知的，但可以猜测，美国现在已经被逼到了一定程度。就比如俄媒的分析文章《美国的独立日》影射的美国深层分裂分析的一样，美国现在内部压力非常大，而且最近中法德在3个月内连续碰头，也同样给美国发出了强烈的信号。欧盟将会不会参与美国针对中国的动作？中国和欧盟有着非常强烈的意愿发展彼此关系，这信息量就很大了，不仅代表了美国盟友进一步减少，除了日本、英国和澳大利亚，美国在亚太将没有能固定针对中国的盟友，还代表了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已经缩减到了欧盟圈。也就是说，这次坎贝尔美国一边求饶，意图和中国缓和关系，一边却炒作中国强硬，还要和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的首脑进行会晤。就像路透社说的一样，这也是美国对抗中国的手段之一。所以别看美国现在是有点认怂的架势，但是终究只是假象，迷惑中国的一种手段而已。所以虽然中国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台海问题，甚至和美国和平共处，
为国际社会的稳定贡献一份力量，但是依然不能忘记警惕，随时要防止美国反咬一口。毕竟美国的信用值早已见底。